蒙娜丽莎，世人最琢磨不透的微笑。1503年的佛罗伦萨，阳光像蜜一样黏。我，列奥纳多·达芬奇，51岁，刚从米兰逃回老家弗朗切斯科·德尔乔孔多，一个丝绸富商，敲开我的门：“师傅，请给我妻子丽莎画一幅肖像。”我本想拒绝，我讨厌画肖像，太无聊，太世俗。可我看见了她，丽莎·盖拉尔迪尼，24岁，刚生完第2个孩子。她坐在那里，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既安静又涌动。我点头了，谁也没想到，这一晃就是16年。我把她带在身边，从佛罗伦萨到米兰，再到法国，一直到我死。我没让她穿华丽的礼服，只选了一件深绿色的丝绒上衣，领口绣着细褶。她坐在阳台上，双手交叠，背后是我幻想的风景，蜿蜒的河，远山，桥，那是像梦一样的世界。我故意把地平线画在她的眼睛高度，让她和天地连成一体。你们看久了，会觉得她就在那里呼吸。最难的是那个微笑。我不想画那些死板的贵妇笑容，像贴在脸上的面具。我用了独特的晕涂法，像烟一样消散，没有线条，没有边界。我叠了40层薄得像蛛丝一样的釉彩，每层只有头发丝的1/40厚。嘴角和眼角，我用手指轻轻推开颜料，让光影自己去融化。直视时，他不笑；用余光看，他在笑。那是因为人的视网膜边缘对阴影更敏感。我解剖过30具尸体，我知道眼睛的秘密。他的嘴角其实微微上扬，却被晕涂法藏了起来，像雾里的月亮。你们现在看他，光洁的额头下没有眉毛，眼睑上没有睫毛。后人以为是我故意留白，为了神秘。其实我画了。我曾用最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每一根毛发，只是时间太无情，又或许是后世那些粗鲁的修复师在清洗时把这层最轻薄的痕迹擦掉了。就像现实中的丽莎，肉体终究会消逝，但这反而成就了她，没有了眉毛的界定，那神情便更加无从捉摸。她是谁？瓦萨里说，是丽莎·盖拉尔迪尼。1503年，我的朋友阿戈斯蒂诺·维斯普奇在书边写下注记：我正在画丽莎的肖像。这是铁证，可我从没教画。我带着她流浪，直到死，最后留给了我的学生萨莱。萨莱把她卖给法王弗朗索瓦一世，4000金币。从此，她住进了卢浮宫，谜团从没停过。有人说她怀孕了，因为她的手轻轻护着小腹，身上穿着孕妇才穿的薄纱。有人说她是我母亲卡特琳娜，那个我从没好好看过的农妇。有人说她是我自己把自画像柔化成了女人。甚至有人说眼睛里藏着字母 LV， 背景里藏着数字72。我笑而不语，让你们继续猜。背景那片风景也不是真的，左边低，右边高，这让他的身体看起来并不稳定，像时间在流动。远处的桥和路，我画了又擦，擦了又画，那是人类的路，却永远走不到他的身后。我画了16年，从未说完，因为我发现完美的画永远画不完。他永远坐在那里，看着你。你走近，他微笑；你退后，他又收起。我死后300年，1911年8月21日，一个叫文森佐·佩鲁贾的意大利人把他从卢浮宫偷走了。他把他藏在公寓的箱底2年多，想把他带回意大利。他说，他应该属于达芬奇的祖国。全世界疯了，报纸、头条、明信片、歌曲，到处都是他的脸。卢浮宫的墙上只剩下4个挂钩，人们却排着长队，只为了去看那块空墙。找回他时，意大利巡展，万人空巷。那一场盗窃像一场完美的营销。她从卢浮宫众多藏品中的一件，一夜之间成了人类最痴迷的女人。我要是知道有人为她的笑容如此疯狂，大概也会笑出声来。500年后，你们还在卢浮宫排队，隔着防弹玻璃看她。她被偷过，被泼酸过，被扔过石头，被亲吻过无数次，可她从不老，因为我把时间定在了她的嘴角。今天你们看她时，请别急着拍照，站远一点。
用余光听。他好像在说：你猜我在笑什么？我，列奥纳多，没告诉你们答案，因为真正的秘密就是永远没有答案。